结婚这么久，你总是埋怨我，我出去工作，你说我不着家；我在家待着，你说我没出息，总是我做什么都被你数落。结婚以前你对我那么体贴，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？跟我在一块儿越来越没话说了，有时间就出去跟朋友玩，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我觉得咱俩现在越来越像亲情了，已经没有恋爱的感觉了。你的脾气我真的受不了，一闹起来就不管不顾，谁能受得了？咱们现在孩子都8岁了，还靠租房过日子，靠我爸妈节济生活，这样的日子我真的看不到未来。如果你再不改变，我们只能离婚了。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王先生30岁，来自唐山，厨师；叶女士30岁，来自唐山，收银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是8年了，是吧？对，啊，不是说7年之痒该养过了吗？有孩子吧？有，过去是同事，你是厨子，他是饭店的收银还是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。哎呦，在网上怎么认识的？这8年前的啊。8年前 QQ 嘛。哦，还 QQ 呢啊。那阵儿没有微信。啊，网络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啊。行了，这都结婚8年了，7年之痒也都养过了，这第8年折腾什么呀？就是我感觉他之前对我特别好，但是结婚以后对我都像变了一个人，现在是越来越不好，而且对我是越来越不在乎了。我们俩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吧，因为我们家离他挺远的，我上班地方也特别远，大冷的天他骑摩托车3个小时，都为了给我惊喜买一束玫瑰花送给我啊。那时候也不管多晚，也不管多远，他都会熬碗粥送给我。可是现在对我都是不闻不问，朋友只要是一打个电话一叫他，都立马的出去，也不管我。当时婚礼的时候，他都跟我说，以后全靠我了。我就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就真是这样。不是，主持人不是这样的。当时吧，不是结婚的时候，他说的是一辈子最大的实话，全靠你了。不是，当时吧，结婚的时候有点紧张。我说以后我全靠你了。我当时我想说，我是以后我生孩子全靠你了。啊，我不是没说吗？啊，行，这，重点不在这儿，你们俩这嗑唠的啊。那一说生孩子这我都挺难受。那时候刚怀上，他都想让我去外面上班。我还挺难受，我都想着还不如在我父母跟前呢，所以我就去我父母跟前去待产。但是我产检的时候吧，大夫说了，我这前置胎盘肯定。
你态度这么强硬，怎么会轻易改变的呢？都有一次，都因为买车的事儿，他都差点跳楼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当时就想吓吓他。有你那么吓人呢？多危险呢？他脾气是这么极端的一个人吗？他都是这样的人啊。他有的时候吧，你看我朋友上我们家吃饭，说我不是厨师嘛，我说做点饭，2个人3个人说到我们家喝点酒，然后有一次吧，我朋友到我们家喝多了，他不都吐了吗？就没来得及上卫生间，都吐地上了，他就不乐意了，又说我扰民，又说把家造门的特别磨叽。我说没事，我说我收拾，对吧？我带朋友我收拾，但是呢他非得让我给人家轰出去，那人家毕竟喝多了，对吧？我说我不轰出去，然后他抄起板凳都要夯人家。打你还是打朋友？打我那朋友。那我抄起板凳夯人家，人不吓跑了吗？他要喝多的话，当时我那朋友都吓得鞋都没换，都跑了，穿着拖鞋都跑了。他要真的喝多，他会是吓跑吗？人怎么可能吐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让你赶走，你不赶走，家里还有孩子那么长。咱们这么说啊，要你的朋友来咱们家，我让你轰走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让你轰走，你轰不？我不可能那么晚，我最起码我有分寸，不能那么晚。我都问你，哎，他是经常带朋友去家里喝酒吗？哦，有几次，就是偶尔几次。因为我不特别喜欢他们那些朋友，他那些狐朋狗友，除了抽烟喝酒就是吹牛，我都不。狐朋狗友，我的朋友叫狐朋狗友，那你的朋友叫什么呀？那本来就是吗？那是我的朋友。你的就是狐朋狗友啊！给你找的什么工作呀？大老远的好几天回一次家，你回家干啥了？你回家都想喂我鱼，连关心我都不关心我。当时吧，离家比较远，我都给他打电话，我说的这个班比较远，我说我都不回来了，我说我的鱼呢，你帮我喂喂，别给饿死。他都说了，我不管，你鱼爱死死爱活活，跟我没关系。那我不是想吓吓你吗？那对呀。你回来就为了喂鱼吗？你不喂，我就想让你多回几天，多陪陪我。不，你不喂，我可以回来喂呀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我都2天3天一回来，我都喂喂鱼。有一次吧，我回来，我发现家里的关于他的东西都没有了，都不见了。我当然要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他回老家了，回娘家了，他把东西都拿走了。怎么了呢？他瞅我不回家。对，那你不回家，人家可以走啊。你对人不好，人干嘛跟你耗着呀？你的鱼比他重要吗？对，就是鱼认为比我还重要。当时我让你喂鱼，我都没这事了呗。他要为了鱼，你连人都看不见了嘛？是我，他等于拿鱼做个人质，每2、3天能见一回老公。要是他把鱼喂了，老公也看不见了嘛？是这意思吗，兄弟？是。那不就直接说嘛？所以人家回家怎么了呢？不是，我当时我有点生气，你知道吧？气啥呀？我都看床底下不有存款单吗？存款单不见了，然后我又打电话问他，我说存款单是不是你拿走了？他说是啊。对，是我拿走了呀。你拿那？你本来也不在乎我，我干嘛呀？你拿存款单干什么？你回家都回家，你拿存款单干什么？婚后共同财产，我愿意拿，我就可以拿走。
而且油特别大。磨磨唧唧，我职业病，他有人给收拾啊。可是你在家都不能体谅一把吗？这是家人。刚做的时候虽然是有点磨叽，但是我最后是给他收拾干净了，对吧？跟你多次建议，我说你少放油，少放油，你还是放那么多油，你让家人咋吃啊？油放多了炒菜香，你不知道吗？但是不健康呀，你为了家人健康都应该少放油啊。我看咱儿子吃的挺好啊，说爸爸你炒的菜忒好吃，我都喜欢吃你炒的菜。孩子知道啥呀？你放那么多油也不健康，对孩子不好，对家人都不好，你知道吧？你是干餐饮的，对吧？我不想干餐饮，我因为啥干餐饮你知道吧？我就因为想把时间跟你能对上，我所以才干的餐饮。我就想问问你先生在家里面究竟负责什么呢？他在家除了在家看手机，不会干别的。我问问，那你在家里负责什么呀？那上一天班了，到家你不得休息休息？那他不也上一天班吗？他孩子也不管，我一说让他教他，他说他不会，就是不管。可是都我这文化水平，我咋教孩子呀？你大学生你不教，你让我教？那是你不想教，你想教，有哪那么多借口呢？我咋教他呀？那孩子教我还差不多。1年级的水平有那么难吗？你看我现在水平，你说像1年级的呗？哎，你们这8年你怎么过下来的？我特想知道。我感觉我为他做了很多改变了，不管是就是我这个工作上，或者是我这个脾气上面，我都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。忍受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想让他为我改变一下。哎，你就不害怕你老婆有天真跑了吗？就真不跟你过了吗？我也想过。你回答我，他走了你害怕吗？害怕。怕什么？我父母岁数都特别大了，你说给我举行这一场婚礼也挺不容易的，我怕你，对吧？怕啥呀？我怕以后我找不着媳妇了。你说话还挺噎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对你朋友也这么说话呀？我跟我朋友学的，我朋友对他媳妇也是，我看他总哈他媳妇啊。行，这8年当中，想离婚想过多少回啊？想了有好几次了。为什么没离呀？就舍不得什么？舍不得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也舍不得我家孩子。不是，我听你讲这么多年是没感情的呀，每逢大事必不在啊，对吧？但是我真的想让他为我改变改变。之前结婚之前，结婚之前对我那么好，可结婚以后对我爱理不理的。我希望他以后对我好一点，多在乎我，不要朋友一叫他走也不管我，家里有多大的事儿他也不管。这有的时候吧，管我管的比较严啊。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都是有点晚。这个晚是到多晚？1、2点。哦，那是挺晚的了。那么下班也晚呢。几点下班？晚上9点以后。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你说朋友喝多了，咱们唱首歌去吧，助助兴。我行，我这人好唱歌。还没到那儿呢，电话打过来了，你还回来吗？我说我跟朋友唱首歌去，你先睡对吧？然后我们到 KTV 了，又给我打电话，门我锁上了，你别回来了。那我最好的心情，你让他这一个电话你没了。你说我回家就算我在家待着，他也是玩他的手机，那有啥意思啊？哎，你怎么没出去唱个歌什么的呀？你也出去唱啊？我没有。得唱。我不想跟他那些狐朋狗友在一块。不是，这干嘛跟他狐朋狗友唱啊？把你的3两知己找去唱唱，多好啊！你说对吧？对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他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。从今天开始，下了班约几个同事喝点酒，喝完酒去唱会儿歌。你也1、2点回，你打电话不？给谁打？人家也1、2点回家，出去唱歌去。我从来不催他，他给我的这种感觉，我不能再给他这种感觉了。你玩，就是你会给他自由是吧？对，你特别希望他出去玩，就没人说你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要这家干嘛呀，兄弟？不是他，我们俩在一块儿吧，不得劲儿。你觉得不得劲儿是什么？我回到家我不舒服。
我压抑。为什么压抑？总说我这个不行那不行啊，说啊，快去找小吕去吧，别在家待着，快去吧，快去找什么小吕啊？我朋友。我只是刺激你，让你找小吕。我是想，我这要说你要去找的话，那就说明真的不在乎我吧？我说啥你都不听。哎，你考虑过离婚吗？有的时候打架打急眼了，我也考虑过离婚。经常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总打，现在连打架的力气都没了是吧？现在他一跟我生气吵架，我都出去，我要再跟他呛，那不又打起来了吗？所以你是真的害怕跟他离婚，还是假的害怕？我不想跟他离婚，是怕再娶不着媳妇儿了是吧？我怕再找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。这个好是怎么好呢？没听出来啊。他会过日子，能帮你守着钱，能帮你教育着孩子。如果自由度给的再大点就更好了，对吧？那就不是媳妇儿了嘛，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嘛？哎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就是挺留念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所以你爱的是过去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挺舍不得的。这段夫妻关系听完之后，心里挺沉重的。就是有一个人对婚姻其实是满怀期待和渴望的，你是愿意迫切的改变，对吗？对。你愿意吗，先生？我愿意。真的愿意改变吗？但是。你把但是说完。但是你也不能太约束我呀。行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是厨师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一些纪录片，都讲厨师的，里边最多的是做早餐的夫妻，然后每天早上很多夫妻凌晨3点起床开始备货。然后早上最早的5点就开始做东西。曾经我记得有一个片段里边采访有一个男的，他已经快50多岁了，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为孩子呀，我孩子要好好读书，我得给我孩子好好的把学费赚出来，未来我孩子还要结婚，我还得给他好好的安置一个家。那些都是跟你一样同行的人，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家的概念。但是男生我听到的，你不是把结婚当结婚，你是把结婚当做一个任务完成了。我终于给我爸妈交差了，我同时结婚还给他们抱了一大孙子，我完成任务了。所以任务完成过后，我就去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儿，想去跟朋友喝酒喝酒，我想跟朋友吃饭吃饭，我想给媳妇儿钱的时候给钱，我不想给钱的时候还是可以不给钱。所以当有了一点存款以后，你的第一想法是我要拿出来玩儿，你不是想着我把钱攒着买个房子给我家儿子。所以你连当爹的这种想法都没有。你真的知道怎么当爸爸吗？我不懂怎么去教孩子做作业，我可以陪在旁边看一下呀。你的话就是我不懂啊，我学历不高啊，所以我得出去玩啊。如果你今后要改变的话，首先第一个，你至少得有家的责任。然后同样我想跟妻子说，你唠叨8年有用吗？没用吧。骂人有用吗？没用吧。所以刚才其实赵老师给你教了一招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天天跟他讲，你得回家，你得回家，他不回家，那你不如陪他去玩。陪他玩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，你知道他到底跟什么人玩，他们说了什么样的不好的话，怎么把他带坏的，你都不知道他怎么被带坏的，你怎么教育他呀？所以你得跟他去玩。第二个，你跟他去玩了以后，你能真正的清楚他跟你对于家缺失到哪里了。因为你不陪他玩，你也不知道家里边到底缺了什么。可能他最需要的就是在偶尔有些时候，你能够真的陪他，跟他在一起成为一个好的玩伴。但是如果你连这些都没有了，回到家就变成了一个教导处主任。我相信你不想当教导处主任的。所以一个家要是偶尔能够玩起来的话，这个家倒还挺好的。你偶尔玩一点，你呢少玩一点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谢谢周老师啊。
把这个爱情看成一种亲情吧，因为这个家我真的不想让它破碎。我跟你说一点啊，你犯了一个特别大的。张达老师，婚姻最可怕的状态是什么？男人只活自己，女人只活孩子，俩人活得不一样。我来回答刚才那个女生说的疑惑：为什么结婚前他对我那么好，那么照顾我，婚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因为结婚前你是他玩乐的一部分啊，恋爱带给他的刺激，跟他出去找朋友喝酒玩乐带来的刺激是等同的，所以他对你的好是有刺激的部分，这可能就是他的天性，就是爱玩。结婚之后，步入了琐碎的生活的日子之后，刺激消失了，你变成了阻碍他去寻找玩乐刺激的一块砖，所以他要一脚把你踢开，你挡着他的道，就是挡了他的自由。生活目标完全不一致，对待婚姻的状态完全不一致，而你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你把他这种想要玩的心推到了极致，因为你说话极致，办事极端。他在面对你这种处处紧逼、处处把他挡死的这种的情况下，他只有跟你硬碰硬，反着来，就是那种朋友一喊就到位，回家一躺就喊累。甚至他连家都不回了，就因为你说话办事儿太极端，你不会好好说话。明明是想让他回家，却偏偏说你就不要回来了，我把门锁了。明明是想让他陪伴孩子，你却唠叨他在家里面厨房不收拾，做饭太油，你让他怎么回这个家？所以，女人请不要正话反说，男人请不要恬不知耻的反话正听。你要车，要跟朋友玩，请问你有资本吗？你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过上了什么样的日子？你有资本出去玩吗？你要自由，自由是什么？自由不是你想要玩就能去玩，而是你有控制自己的能力。我不想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，可是你现在没有这样的资本，你怎么可能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？你还得挣钱吧？你没挣够那种让他们娘俩可以丰衣足食什么都不用管的日子吧？所以你没有资本玩。如果你要想玩，请你放过他们娘俩，自己一个人好好去玩，那样的日子你对自己负责任就可以了。但你既然选择进入到了一段婚姻，进入到了一段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，就请你对这些日子负责任，否则未来孩子是会埋怨你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阿德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女方啊，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？不是太好。比较紧张是不是？他进来只有指责孩子的不好，所以孩子有时候挺恐惧他的。我明白。其实啊，你们俩站在台上给我感觉就是一个
现实的组合，什么组合？精神寡妇和一个巨婴男的组合。而且我要说啊，每一个精神寡妇的怀里，正培养着下一个巨婴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可以试想啊，一个女人，左边是一个大事儿小情都不在场的丈夫，右边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向你奔跑过来，你会拥有哪个？你会去寻找哪一个？我想每一个妈妈都会紧紧拥抱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你的本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要提醒你啊，你或多或少也隔离了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距离，这是最要命的。你的儿子成长起来之后，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巨婴男。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话。我想跟男方说啊，婚前你对他百般的呵护，婚后你向你的身边的朋友哥们儿学习怎么去照料妻子，这都是你在模仿，而你的模仿的段数还停留在幼儿园的水平，太可悲了。如果你想挽救你的婚姻，挽救你的父子关系，你要跳级，你要越级，你要插班。对女方也是，如果你想挽救你的婚姻，你先要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心气、有力量陪他读完义务教育。这是我送给你的。好，谢谢阿德老师。哎，这个生活里有句话啊，死了比活着容易。这句话放在婚姻里面同样适用。其实离婚很容易嘛，把这个婚姻留下来是挺难的。想清楚，您比他成熟，您多担待，家里的大主意你来拿，要不要过，你画个章程出来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有的时候你说话太冲，我玩儿，你也得给我时间，对吧？你不能说你不让我进家了，你让我死外边吧，听这话我也难受。我给你时间改变了，为了你，我做了多大的改变呀？我难产大出血，辞掉工作找你。我知道我脾气不好，我也想改，可是我都想你多对我多一些关心，对家多一点关心。能体会我的感觉吗？能体会我的感受吗？刚才他说那个场景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哈。我喜欢玩，你得给我时间改呀。您改到55岁，改到50岁，20年了。改好了，梗了，行动不便了，再伺候你，那他的生活。所以有些事情是要给时间的，有些事情是没法给时间的，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，你不能老要求别人给你时间，兄弟。你也想想，有时候该狠心的时候要狠心，哪怕是吓唬吓唬。谢谢两位请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谢谢你。这些年的收尾，一个家一个情况，我舍不得他。不是你那位朋友当着你的面撕了他老婆，你知道回家之后他老婆怎么弄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见过吗？
我没见过。你了解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向我哥们儿学。唉，怕蔗糖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，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提供的礼品一份。打开天猫搜索君乐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，让我们来一起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你原谅我。你原谅我，我会改。来，请亮灯。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了。祝你们幸福啊，清辉。